你算什么社长？下面就会开始留言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现在这一瓶酒就放在这边，我就双手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你告诉我，我用双手开了它，你教我。但是你买4万块的酒回来，然后再跟400块、跟4000块3瓶盲饮，结果选到一个400块，你脸都绿了。我跟你讲，直接是自杀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。漂亮。欢迎收看里奥社长来品酒，我是里奥。有啦，台湾是苏格兰威士忌第4大金额出口国，而且台湾威士忌市场有90%都是苏格兰威士忌所霸占，所以呢，苏格兰的酒商纷纷都把很多限量、珍稀的酒款都进到台湾市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人有钱买嘛。台湾人很会喝，对不对？它已经是全世界排名第4大金额，台湾人非常喜欢买这些珍稀限量威士忌。可是呢，你有没有发觉这些限量威士忌你看得到买不到？到底为什么呢？你现在注意听，因为你只要订阅按赞，你就可以继续听下去。如果你没有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的话，那你转台好了啦。我们现在为了订阅这件事的压力非常非常大，因为我们给自己的期望是今年一定要干嘛2万。对，今年一定要破2万。如果今年不破2万的话，我就关台，让尤拉去讲好了啦，我就不说了啦。真的很辛苦，希望大家可以给社长鼓励。订阅，但是你不要开启小铃铛没有关系，但最起码订阅，让我数字跳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继续讲下去，就是到底这些酒商在玩些什么把戏？为什么这些限量珍稀酒款你都看得到？但是都买不到，可是却有一群人，他却一直在分享照片啊，怎么都是你们买得到啊？为什么我都没有？那你首先你一定要先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些商品、这些产品是由谁代理进口的？所以在台湾这些酒品其实有分台湾分公司、代理商，还有平行输入商，甚至免税市场，还有现代通路商。现代通路商，对，5个。那我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。台湾分公司顾名思义，就像帝亚吉欧、爱丁顿、宝乐利家，他们是苏格兰原厂在台湾设立分公司。第二个部分是，它本身在台湾没有分公司，它是代理商，它是代理国外的品牌进来的。比如说，常瑞、上格是不是代理大摩、塔木里？大圣是不是代理艾伯迪的系列？还有魁列奇，他们就属于代理商。那第3个就是平行输入商。平行输入商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代理权，他从国外直接采购进来直接卖。第4个就是免税市场，不在境内完税，直接跟国外的原厂直接进货到免税市场来贩售。OK， 第5个就是你刚刚的疑问，就是现代通路商，他们也算是一环。为什么？好事多有没有自己进货？大润发有没有自己进货？有。家乐福有没有自己进货？对，所以他们也算是一个进口商啊。进口商，没错吧？所以其实你都可以在这5个系统去买到限量珍稀商品。我直接讲一个比较直接的，你可能听得懂。你在家乐福可不可以买到麦卡伦的地球？可以吧？那是不是限量珍稀系列？那就对啦。所以在台湾，你要先了解商品是从这5个地方哪里来的。OK， 如果你理解了以后呢，那你就要知道他们的配货政策。好，那先问一下，台湾分公司的配货政策是什么？台湾分公司基本上它就是全撒，夜间通路、日间通路，甚至现代通路或者是酒庄通路，它全部都要配货，所以它是全撒的政策。那他们只要有一个限量商品，他们一定有一些常态品，所以他们配货的方式，我举个例好了，比如说他今天要买6箱的常态品威士忌，你才能配1箱的珍稀商品。哦，好像很常听到配货。对，或者是你今天是这个酒商的年约客户，我1年要跟你进货，比如说1口是600万，我今年要跟你下600万的货，你就会配我4季，每一季可能36瓶的限量商品，这就是台湾分公司的策略。那代理商呢？代理商其实也有配货策略，可是金额会稍微小一点点。他们可能我1年跟你签1口是60万，那60万的话，我就会配你6瓶。比如说我这60万一共可以跟你买到100箱的威士忌，但是100箱我会配你10箱的限量威士忌。OK， 这就是代理商。那代理商玩的会比较小一点点，它不像分公司玩金额这么大。然后呢，代理商还有另外一个优势，他们会做直客，就是什么意思？他们不透过任何的烟酒专卖店，不透过任何的通路，直接从我代理商发货给消费者，就直接卖给 VIP。举例啊，比如说常瑞、爱乐奇，就是可能会直货。
直接卖给消费者。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代理商，他们常常都会做直客，因为他们省去什么？去中间化，他们不用给烟酒专卖店一层利润。那这样他们跟他们的店家会不会感情失和？它可以做区隔通路啊，比如说它的A 商品它是给店家，它的 B 商品是做直客，有区分，那就还好。它可以区分，但是往往这些东西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。不过代理商在近年来比较喜欢做直客，直客它的获利比较高嘛，去中间化，它把烟酒专卖店的利润跟经销商的利润，它都回馈给消费者，所以消费者也很喜欢跟代理商直接买货。那平行输入呢？平行输入就是我今天台湾有热卖的商品，我直接跟国外买，买完进来就直接就交易了。我今天买进来限量商品，我可能5%我就把它清掉了。可是现在目前其实台湾分公司很厉害，他今天因为知道你平行输入商会进这些热销商品，所以我就直接出什么台湾限定版，就只有台湾市场有啦，你去国外也买不到啦，你买不到这些限量商品，因为这些酒直接就是在台湾的限定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比较打击水货商的一种方式。这样，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，就是免税市场。免税市场也比较简单一点，反正你只能在免税市场卖，你也只能在免税市场买。那它又没什么竞争对手，它的竞争对手就是杜拜机场、香港的机场、新加坡樟宜机场。这集社长讲的真的很认真，不过还是要问机场是什么。所以它比较没有什么竞争的对手，不过很多消费者也很喜欢去免税市场。可是免税市场有限量，常常就是早上6点、7点你去买就没了。对，你坐，听说，因为我们出国都喜欢坐下午的飞机，轻轻松松，但是买不到，但是你买不到酒。那如果你坐6、7点那个痛苦至极，但是通常都是6点开始就开始开卖了，那你可能只卖6瓶。那我可以一次把它买光6瓶吗？不行啊，他1本护照就只能买1瓶嘛。但是如果你有2、3本护照，就可以继续买下去啊。但是这是政策问题。如果你是要回国他会善意的提醒你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只能带5公升以内的，不然1公升以上要完税。所以还是有那个限定的那个量存在。那最后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大卖场。现代通路。对，那现代通路的配货政策是什么呢？现代通路它除了自己进货，但是它自己进货不会进到限量商品啊，像这台湾限定版，它就会跟台湾代理商进货。那它会跟台湾代理商说什么呢？我都帮你卖了那么多普饮款，给我一些限量酒款会死吗？所以你就会在大润发、家乐福看到，比如说麦卡伦地球排队，然后限购1天是6瓶，1天或是60瓶就来买。那为什么这些大润发、家乐福它可以拿到这些酒品？就是因为我帮你卖这些普饮款，你给我这个限量商品你会死。如果你不给我这些限量商品没关系，那我普饮款我都不卖，下架。对，你滚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就会给他独卖一些商品，所以你就会在大润发、家乐福看到建议售价的价格买得到。这就是你要了解商品它是来自于哪一间公司，然后它的配货政策又是如何，你才能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些限量商品是这样子来的。而且它未来有没有可能可以涨价的空间，也要多多去了解。对，你要知道说，这些酒品是来自于分公司，来自于代理商，或是来自于平行输入商，或是来自于免税市场。那你都了解的情况下，你才能知道它2级市场的行情好不好。对，我们在待会的时候也会再讲到2级市场的部分。那今天只是听我冷笑话吗？今天只是听我说教吗？我们不喝酒吗？不喝酒要被你们干掉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上酒。今天上的酒很特别，这一瓶酒哈是林多修道院，而且2瓶都要拿吗？好吧，因为我们不一定会喝到第2瓶。好的，那这个林多修道院呢，因为是我们开拍前1分钟才决定要喝的啦。为什么要喝这一瓶呢？因为这一瓶是我们的这个李奥社长的群友他们提供给我们的。他说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喝这款酒，然后可以告诉他的舌头对不对，他的鼻子对不对，因为他觉得他要找一个人来验证，看他的品味好不好。对，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帮他验证一下，好吧？那我现在就在节目上验证给你看，因为这个酒坦白讲我没有做功课，就我的印象当中去说明，如果有错误的地方，请在留言帮我指正。林多修道院应该是苏格兰威士忌文献史上记载最早威士忌的发源地，最早，对，最早好像在14世纪吧，在那个时候，林多修道院呢，它后面好像又重启，就开始有这样的威士忌出来。那这一瓶酒蛮妙的，它还是由我们这个格马兰已故的顾问 James Wong 他所扶植起来的。然后呢，这款酒刚看了酒标还蛮妙的，波本桶、雪莉桶、
还有这个 STR 的这个葡萄酒桶，所以这3个桶子去融合出来的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其他资讯我也不太熟，没有业配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只是简单来喝喝看它的品味到底如何。对，然后这一瓶酒好像我们刚刚上网查了一下，好像才1800块，那还蛮实惠的，而且但是听说最近不好买，很多群友跑了很多店家闻都没有闻到，进贡给我们喝喝看。哦，这一瓶的瓶身不错啊，这瓶瓶身很像吊灯哈。他们说它这样一格一格的，就当初修道院的那种建筑或是窗户的感觉。哦，是哦，这样，因为我没有去过修道院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有进过疯人院而已。既然都说了，就不瞒各位了，2月份就是进去修炼成里奥3.0的。香气还蛮突出的，很明显的，它就是有葡萄酒桶的那种味道，比较深色果实或是暗色果实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有闻到蛮轻的肉桂味。我觉得它香气就是很上面那一层，然后可以闻到一些莱姆啊、柑橘的那种很新鲜的那种皮油的味道，比较偏向于蜜饯，然后稍微感觉有点甜的感觉，有一点点是甜的。好，来喝喝看吧。刚在咀嚼3-5秒的时候，一直不断的在咀嚼它的味道。它的那个酒体算是中等，富有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些油脂感。然后呢，它咀嚼出来给你的那个比较胡椒，还有一些橡木桶的一些辛香料味，淡淡的一些花系列的在里面。所以闻香的时候感觉是果实感，可是你在那个咀嚼的时候感觉是比较花蜜的感觉。花香果香调。对，然后它余韵给你的这个感觉又是很舒服、很温暖、很悠长。坦白讲，我觉得它是蛮棒的一款酒。我很喜欢哎。它是属于比较轻松舒服的一个感觉。哇，46度哦，还挺有诚意的，感觉不出来它是一个非常强烈46度的感觉。我觉得它是一款非常温暖而且平易近人的酒款。坦白讲，过葡萄酒桶蛮危险的，葡萄酒桶可能会有一些涩感、单宁的对单宁的强度或者是桶味会过重，但是这一款酒似乎没有这么重，所以代表着它有可能在融合的过程当中，葡萄酒桶的这个量可能只有10%甚至20%甚至更少，但是它只是想要给它一些比较有葡萄酒风格的味道，所以它的主调性还是在波本哦，对，但是它香气是有一些葡萄酒桶的产生这样子，还有一些雪莉酒风格的产生，对，有些干果类，就这款酒的平衡感是不错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的生津的那个力量好大哦。你在用酒漱口的时候，你两侧的口水是那种像涌泉一样一直涌出来，哎，这款酒不错，如果是1800元，非常值得，因为这款酒它是真的平衡感很棒，但是它属于细致型的，你必须得轻轻安静，然后在无人的情况下慢慢去啜饮它。你在嘈杂的环境的时候，你会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感受不到它给你的美好。难怪你一直讲话，害我都感受不到啊！不然我们在录影片不讲话，不然干嘛？请由拉下节目后自行前往修道院品饮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下就可以马上的品饮出来？因为毕竟我们的功力稍微深厚一点点。那像这种就是现在一酒难求的酒，我可不可以就是台湾买不到，我直接跟国外买的？我当然可以啊！现在目前其实台湾很多进阶的消费者，他们也都会跟国外的网站直接购买，然后直接下单。但是这否的是全球市场都有在贩售的情况下，比如说麦卡伦可可系列啦，或是其他比较经典酒款系列，这些限量珍稀，你跟国外下单，国外会直接就 DHL 然后完税就到台湾来了。可是好像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酒都特别贵，比它的建议售价高好多哦。那是因为它呢已经在2级市场了，但是坦白讲，也是会找到一些便宜的酒款啊。像台湾，你今天一手价钱可能是1万块钱，但是你到了2级市场价钱可能到了3万块钱，它可能翻了，对，像是一些阿贝的限量，对，它可能翻了3倍了。所以那从1万到3万之间，中间就是泡沫程度。那你到国外可能2万就买到，因为国外并没有泡沫啊。好，那你整个完税下来可能2万出头。不怕麻烦的话，想要省钱就可以去国外找找看这些你想要的酒款。毕竟还是少数了，可能只有10%、20%的人会去国外买，那另外80%的人他还是不懂得其门而入。为什么呢？毕竟他还不懂得 Google 翻译。你用 Google 翻译就可以买啦，线上刷卡其实就可以买。你把你的拿手绝活都供出来了。对啊，尝试看看啦。很多人买酒会有一种信任感的感觉，就是我跟国外买，他的那个就写的是外国人 UK 或是来自于其他国家，但是在台湾买，台湾有台湾的中文酒标，所以他会觉得比较踏实。你在国际买都是原厂。哦，对，只不过它贴的标签是当地的标签。在2级市场上，贴台湾代理商的标签跟贴国外的标签，台湾代理商的标签还是高了。
那社长，你刚刚有说就是云顶我们有可能买到3倍的价格，为什么会买到这么高的价格呢？事实上有2种说法，一种是本身在一级市场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涨到那个幅度了。比如说，它今天建议售价是5000块，但是你在烟酒专卖店，你可能买到的就已经是1万块，所以一级市场它就已经先把它涨到那个位置。但是这个比较少见。那第二个部分是大家比较常见的，就是2级市场。你今天建议售价是3680，可是你在网络上或者其他赖的群组或者 FB 上面，你看到的价格可能已经是2倍或3倍，是15000或是16000，这就是所谓的2级市场的价格。一般的消费者，你在1级市场买不到的话，你通常就要去哪里买？2级市场。2级市场买。那你明明1级市场的建议售价是3680块，可是你却得花15000块才买得到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供需不平衡。如果你要讲供需不平衡，其实也是可以。限量酒款它只有1000瓶，可是要买的人有2000个人，也算是供需不平衡的一种。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讲到源头，台湾分公司、代理商，然后还有平行输入商跟免税市场跟现代通路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讲到他们当初这些口数怎么去分配，你就知道了。那第一个部分是台湾分公司，台湾分公司它今天的限量商品，基本上它一级市场出去要涨价不太可能。它今天建议售价是3680，它就是3680。对，所以它不太会因为市场的状况而涨到2-3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它在烟酒专卖店出现3倍或4倍的价钱，台湾的分公司就会挡你的货，他就不把货给你，因为他希望价格是健全的。所以分公司是很有良心的。对，他会希望价格健全。可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烟酒专卖店，你今天要挡我的价格，对不对？你货给我，老子就不卖，我就直接把这60瓶限量商品囤下来，我也都不卖。消费者来问我没有，他就2年3年后再拿出来卖，他还是翻3倍卖。可是他也不能再进货啦。他可以进货啊，因为他今天进了这一瓶限量商品到他的口袋里面了，但是卖不卖出去，台湾分公司根本不知道啊。但我有卖啊，我都卖3680啊。但是消费者来，我说没有货，已经卖完了，他会囤货。但比较有良心的，今天3680他就放在架上卖3680，比较大部分的店家都是放在自己的库存里面。那也要口袋够深对，要口袋够深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坦白讲就是。店家的进货压力很大，你有时候买到店家可能2倍3倍的，也不要想太多了，因为他们很多普饮商品要卖啊。普饮商品他们吃了360瓶的普饮商品，他只能卖这36瓶的这个限量商品，所以这个一来一往，我认为 OK 啦，卖贵一点可以啦。而且每个消费者都要买限量商品，你普饮馆都不买啊，这样你把店家当什么？对，大家多多帮忙买一些普饮商品。对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讲说代理商，他都是做直客比较多，80%都是做直客。只有20%会放店家，所以它的那个商品价格通常代理商都会涨到一定的量，直接市场价格是这样，它就涨到那个样，它可以每年、每季、每月再调价，所以这个月我可能买的价格是1000块，下个月买的是2000块，再下个月买的是3000块。那消费者应该会俩工。对啊，对，但是所以对消费者就是不要去追高，如果你到达一定的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你觉得太贵就不要买，对，它就会降下来了。所以刚刚讲多像免税市场或者是现代通路，他们价格也会是比较平衡。像春燕只涨了1000块，对，其实也很多啊。但是那是市场的机制嘛，而且酒精浓度有高3%。所以1%多300。下次它出到46%，它就可以再涨1000块。不行，太贵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讲说市场机制啊。但回过头来，刚刚你讲到这个2级市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是不是听到快头都快昏了？而且这个市场的东西有点复杂，社长你到底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喝酒了。再喝，来第二瓶来。Yes。好，来，这个也是这个我们李妖社长的群友汤米先生他所贡献的。为什么你就讲名字？刚刚那个 Steven 你就没有讲。你跟英文就讲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英文不好，你为什么要取英文名字？但是我知道你叫037。037是社长好威群组的编号啦，另外现在想加入的也能申请哦。拿一个什么？这是古董吗？对，汤米他所贡献的调和威士忌，早期都是用这种收缩膜，对不对？这样写一下，这是什么鬼？怎么不会开？汤米干嘛？来乱的、这我怎么开？玛丽娜都不会开啊！在他继续开酒的过程当中，我继续说这个2级市场坦白讲很混乱。这什么鬼、有时候我在讲话，你一直在什么鬼啦？它有时候会涨到3倍，但有时候可能会多50块就脱手，因为2级市场买的人，他可能买到1万块钱，他可能15000脱手，脱不了14000。13000、12000，一直到11000，所以2级市场的价格非常混乱，就在这边。你有可能1万块的建议售价，11000买到，15000买到。
所以会有很多老鼠，就是最后接手的那个老鼠是谁，懂吗？好了，不要喝了，放着啦，就这样子啦。下面会留言啊，社长20年的资历，你连这瓶酒都不会开，你算什么社长？下面就会开始留言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现在这瓶酒就放在这边，我就双手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告诉我，我用双手开了它，你教我。好啦，各位不要为了汤米吵架，看看留言区汤米在哪里。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，就是我觉得买酒的心态，好最后有3个，就是第一个部分是，我觉得衡量口袋的深度。对，你今天1个月只能拿5000块出来买，你就不要买1万块的酒。你今天开 Toyota，你就不要想要去开宾士。你今天开得起宾士，你就不要想要去开玛莎拉蒂。衡量自己口袋的深度。以我为例，我出门也都喝普饮款。你的普饮款都什么？普饮款士高利达啦。然后这个格兰杰啦，你对普饮款好像不太熟哦，是，你问我比较高级的，我可能会熟一点，马上要讲出来这样。然后我出门都是喝1955开头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讲说我出门只喝30年，我只喝新高梦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新高梦，对啊，你太浅了吧？啊，你中了你要怎么回他？他说哦，我只喝30年，你就回答说我都喝1990年路桶蒸馏的，我们就是30年是什么时候30年不知道了。然后我都喝1980的，直接跟他呛年份，就像你哇，你都喝那么老年份，那你知道这怎么开吗？哎呀，不要亏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威士忌如此的宽，如此的宽广，对不对？还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所以有时候不要装懂，不懂就不懂。我们在镜头面前直接告诉你，我们就是不会开啦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第2个部分是强摘的果实不甜，到了那个3倍、4倍的量，你就硬买下来，对不对？结果你喝了以后，发觉不是你的味儿，应该还是很好喝吧？那是心理作用。你今天花了4万块、5万块去买一瓶酒回来，你一定觉得它好喝了，因为你觉得它够贵，心理作用。但是你买4万块的酒回来，然后再跟400块、跟4000块3瓶盲饮，结果选到一个400块，你脸都绿了。我跟你讲，直接是自杀。所以强摘的果实不甜。最后一个最关键的要跟大家分享，不熟悉的品牌不要买，比如说云顶威士忌，如果你对它不熟悉，你就不要碰它。麦卡伦，你对它不熟悉，你就不要碰它，请碰你熟悉的品牌。那你跟我讲说，不管了，我就是想要买它，我就是对它不熟悉啊，那怎么办？世界很小请你先做功课嘛，去参加它的品酒会，多喝它的基本酒款。如果你觉得它的基本酒款还有它的品酒会，它的内容你都觉得不错的情况下，你开始对它熟悉的时候，你再去买它嘛，不要一头热就买了它的品牌。就买了以后呢，就像林多修道院一样，你一头热去买了，结果你还不是拿来给我喝，那个是很好喝才给你喝的。你们不想想看修道院怎么装得下工人院来的社长？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威士忌这些限量珍稀酒款，为什么你都买不到？到底这些酒商在玩一些什么把戏？其实他没有玩把戏，那个是市场机制的问题。不管从代理商、经销商到烟酒专卖店，甚至到2级市场，这些价格的涨幅其实都掌握在这些手上。在代理商的涨幅基本上较少，但是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他们最近涨了30%，那是国际市场的趋势的关系。所以他们源头开始涨。再来，每一个通路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配货策略跟属性，所以你买到的价格就会有差异。你在大润发、家乐福买到3680，可是你在烟酒专卖店却买到1万块，那是因为他们的属性不同，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发生。当你对这些通路市场都有了解的情况下的话，你在对品牌做功课，那这样你在买酒的时候就会更踏实。希望今天的内容也可以让你对酒类市场有更深入的了解。那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李耀社长来品酒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拜，祝你们不要买到贵的酒哦。